你好像说过你会让那个角色占据你哈，就好像进入你的那个灵魂一样的。当然，我们郭富城就是这样子。你不管怎么样，你几个整个躯壳里面，你的灵魂里面也是我郭富城走过来的。只不过你怎么能够完全是投入这个人的状态里面，他的说话的方式、他的眼神、他的动机，都要靠你平常在了解这个角色的每一个行为，他的背后的故事来去建立他出来的每一个表情。如果再难一点的时候，就是你，因为我为什么我很喜欢回放？我拍陈凯歌导演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就是说不是主动的，他一定要你坐在他旁边每一个镜头拍完之后，麻烦你坐在导演旁边一起看回放有一些导演就是随便你要看就看，你不看我不勉强你。但是我也有这个习惯，我喜欢拍完那个镜头里面坐下来看自己的表演。在这个镜头里面，我在处于一个什么的状态？像不像？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过程，因为你经过那么长的时间，其实你对自己的已经或者是在表演上面都有一定的基础，对自己也有一点了解。但是如果在一个镜头里面，我看不到自己的影子，我看到这个人物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慢慢建立了人物的更确定性。慢慢你让你整个电影能够走得更顺畅，更扎实。对。不然突然之间你不看那个镜头之后，可能这个人那么熟呢，可能上一部电影看过。对，这个其实就是明星和演员的区别啊。就是明星你演每一个角色里都有你的很强烈的一个符号，真正的演员实际上是让人忘记原来郭富城是谁，但是只记得有这个演员。有很难的，因为我有些时候就真实的说，就是有很多时候观众是陪着你成长。陪着你成长的意思就是说，他一直看着你怎么样去成长过来，你的样子，他们已经脑记在心里面，在他的脑子里面。对，我一看，你不是在舞台上面载歌载舞的郭富城吗？就是有一个既定的形象跟印象在他们的脑子里面，在大家心目中里面。是，你要怎么样把这样的影像去完全去打破？就有很大的这不容易的，就有很大的巨变，很大的巨变，包括你的外形的表现，或者是你整个造型上面。所以我对一部电影，我参与演出的时候，剧本以外，造型是非常重要。你要真的要去塑造一个我没有，因为我们脸只有一张，尽量去有一些东西能够配合到剧情，不离太远的话，有一些改动。其实你刚刚转型做演员的时候，有很多怀疑的声音嘛。对，就像现在我们也常常说啊，这是颜值担当啊，这么帅、这么漂亮的一个人啊，他演个电影啊，或者演一个角色，大概就是玩票一样的。大概其实当初可能没有人把你的这个转型那么当真，对不对？除了你自己当时是很矛盾的很矛盾的事情就是说，长得帅也不行，长得不帅也不行，帅又成为一个负担，帅也是负累，不帅人家作为丑，这个真的很难搞。对，所以我觉得演员没问题。当一个演员，我觉得不用帅与不帅，我觉得对我来说不重要。对，因为你演的是人物，而不是演的样子。所以你当时是不是就有了某种决心，就是说我要有很长的职业的生涯，我要一个一个演给你们看。你的那时候有没有这种好胜心？我有的，一直到现在还有，一直还有，一直都在，一直都存在，到今天这时这刻还是一如既往，不要重复自己，一直去找一个我没演过的角色去演。对，而且是难的。我刚刚也说到，就是因为你有了20年的作品累积下来。而我自我审查，我自我审查我自己，观察我自己所有的作品的时候，那个作品我能不能做到，就是跟我以往上面的好十几个作品的人物都不一样。如果万一发觉自己如果可能是有一些冲击会出现，那些冲击之后，如果出现了一些我觉得不太满意的时候，在表演上面其实都是人嘛，对不对？我们因为你有一个双重的身份，也是一个歌手，一个演员。当然，我是拍
拍戏的时候就很专注在一个电影上面，不会做其他的事情。当那个歌手时，我尽量就不会去拍电影。我不想去分散两者的身份，然后是两者的一种集中力，集中去做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然后你在找那个角色的时候，它会越来越收窄。你的脸部的人只有一个表情，除非你没表情，永远都在一个表情上面的话，你就没有就没有不困难了。没表情嘛，不困难了。但是你有很复杂的表情的时候，我现在做过这个表情，在下一部电影的时候，我因为人物的关系，我可不可以把那个表情上面的东西有一点变化？然后去调整，微调整，这个是难度是非常的高。因为这个就是既觉与不既觉之间。我采访过很多演员哈，他们说那个表演的状态啊，既不是我们常说的你完全投入人物，完全忘我也不能说老想着要表现自己什么。他是处于一个既在这个人物当中，好像另外有一只眼睛又看见自己表演的那种状态，是不是？对，这个是非常难的。就是一边演着，好像另外还有一个眼睛在看着自己演那样的。其实也没有到那么夸张了。我觉得就是在你脑子里面，你回放你就知道，在你演的过程，你不要去老是想要什么样，不想这事，你想要什么样不用了，反正就是你知道那个内容是什么，你背熟那个台词。背熟台词是非常重要。因为你这个也是我从白银帝国的时候，对，其实我刚才想提到白银帝国，你的表演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对，因为那个时代戏其实是蛮考验的，而且它有很多的那个历史文化的东西，可能对于一个出生于香港的演员是有难度的。但是我非常开心。你说那个角色对于你的重要性是怎样？我觉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白银帝国是我第一部参与内地电影。因为我还记得，因为我要全程要讲普通话。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用国语的台词。所以对我来说压力很大。而且你还要表现这个清朝的那个时候那种文化。因为我长得不好，所以我压力很大。自己的也对我压力很大。虽然那个时间里面我还要讲一些方言，然后还要讲普通话，所以双重的压力。但是我觉得还好了，每一个演员对我都很好，导演也对我很好。但是导演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体会，是我以前拍戏以来都没有想过。因为他是一个舞台剧的导演。因为我没有参与过舞台剧的演出，我不知道舞台剧的演员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进去一个在舞台上面的表演。但是他的舞台剧的导演来去参与电影的整个制作的时候，整个导演的这个岗位的时候，他需要演员具备舞台剧里面演员的一种潜在的能力，就是台词必须要熟。这个时候熟到一个什么地步？我觉得这个合不合理呢？就是每一天晚上要在导演的房间，然后他有背台词，然后他会打拍子，再快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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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要考验你对这个对白有多熟。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也是一个新的体验。对呀，就是好像你已经对白已经熟到这个拍子越快的时候，你已经要马上讲出来，已经熟到一个程度。所以基本上给我的体会就是说，也体会到一个部分就是说，演员对白必须要很熟，就能够在忘我的境界进入这个角色，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所以其实从那之后，你和内地的电影融合，而且你演过这么多不同类型的电影，最爱，然后这么多不同的电影，这么多不同的导演，你的融合度很高。这个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能力？我觉得我其实蛮幸运，就是角色来插我的门，角色来找我，来找你，来去找角色。对啊，演员都是很被动的。但是你的主动是说，你看，包括像《最爱》啊等等一些电影，我都可以看到它是比较小众文艺片的那些片子。当然你的时间是有限的，你也可以去演一些更有商业性价值的片子。
所以但是刚好你碰到特别做了，你不，我是觉得这是你的选择，不是一个完全被动的，你选择了相当多的小众的文艺片，为什么？运气，我觉得也要带一点运气，因为那个剧本敲你的门手，刚好没有别的一个，可能没有别的剧本来找你，让你没有那么难受，要去挑哪一个剧本，也不能同一时间拍2部电影作品，我绝对不可能。你只能够选择一个，要刚好就是一个空间跟空间之间，一步一步这样慢慢这样。哪部电影是你现在回想起来说，哎呀，我还好选了它？我觉得每一部电影对我来说是那么重要，都那么重要吗？都是我人生里面跟我活过，跟你活过。对，哇，这句台词好。跟我活过，你活过这样不同的角色，你才会真的是，因为我们做演员，你怎么去可以让你成长？真的，我们不是一个在对外面就每天要见那么多，比如说，像老师你每天可以见很多人，去吸收很多东西。当然现在时代很进步，我们打开手机可以看到很多讯息，这个但是这个是别人的故事，你没有亲身的体会，你怎么知道？所以我觉得做演员的好处就是，我可以同步在我的角色里面，在我生命里面跟我同步生活过，我感受过，所以里面有充满了很多的情感，很多的故事。虽然它不是真实，但是你去感受，演员就是你要感受嘛，这就是你为什么喜欢表演的地方，对，就是很过瘾的一件事情。你真的需要体会、去感受、去活一回。但是直到今天，你依然在舞台上也很活跃，在唱歌事业上面。对啊，舞台又给你一种什么不同的能量了呢？老实说，音乐市场上面有很大的变化，不可能跟我们在90年代那个时间里面去比较，是两码子的事情。两码子的事情。那你喜欢舞台的原因又有什么不同？首先，我是一个舞者，我进去娱乐圈里面就是一个舞者，我的舞者就是我的根，没有跳舞就没有郭富城出来，所以我不可能放弃在舞蹈上面的工作。舞蹈上面的表演的一种艺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艺术吧。所以我在现在为止一直在我的表演上面，演唱会上面也好，我尽量去还是要把我一直那么长的时间累积的所有的歌曲，我的舞蹈，我的经典的动作，都经过很多时间一直到现在。这些东西都是我的根，所以我一定要在表演上面来说，维持住这个，呈现出给大家去感受，要保持那个状态，因为歌手是对我来说，歌手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自我的审查，自我的一种操守，因为。他需要你一个跳舞的歌手非常自律，是不是？对，有非常自律的，因为一个跳舞的歌手，你无时无刻你要准备要上舞台。跳舞的歌手，你不是上去站在那边就唱，但是你必须要一个好的体能，因为你唱歌有。你怎么保持这个体能？就要运动了。每天都要运动吗？我的运动是可能平常人会觉得很夸张，我就比如我讲一个很简单的，大家会明白，就是说。我现在就要做演唱会了。我其实一直都有做运动的不过今天我醒得早，还有多余的时间，我就会去一个在跑步机上面，或者是一个脚踏车的一个机器上面去做运动。如果恰巧没有呢？恰巧没有，因为你平常已经有这个状态，就不需要。如果有这个时间，我就会做这个。好了，我去表演完，做完演唱会，好，做完演唱会之后大家所有团队一起去吃个宵夜，大家都有吃饭嘛。好了，我陪大家一起吃个东西，我也要吃一点东西嘛。吃完东西之后回去，然后我会跑上那个跑步机里面去做运动。真的，演唱会都结束，做完演唱会结束以后，你还要再做运动？我还会，因为我吃了一个宵夜，我吃了东西，我要维持住，我愿意去再上那个跑步机里面再做运动，然后再去睡觉。我是这样的人。
你就可以想到，我是一个对我的一个这歌手的身份里面，去保持在那个状态，是那么的可能一般来说就是你在乎嘛，对不对？你就有那么在乎嘛？对。但是舞台上的确哈，你要现在看到都是10几岁的男生女生在那里跳哈，非常好的。现在的男生，我觉得现在男生女生他们的状态是非常好的。你也时代是不一样的，你也不服气吗？你也要跟他们比一比吗？绝对不会，我绝对不会，我绝对欣赏，用欣赏的态度。我反而去想，就是去向他们学习。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跳的风格不是这样。虽然我是职业演员、职业舞蹈演员出来，我们练的舞蹈在那个岁月，我们练的是 jazz 爵士舞、modern dance 现代舞，然后也会练一些 tap dance 踢踏舞，可能一些比如说 waltz 或者是就是一些专业舞蹈，专业所有的一些舞蹈，我们都 ballet 什么东西我都会学，就唯一一个东西没学就是 hip hop。hip hop 对。那个 hip hop 一直到我在2000多年的那个十几20年前的时间里面开始，在有一点出来，有一点开始流行这个舞蹈了。然后我在我演唱里面也尝试过，要把一个对你爱不完变成一个 hip hop 版的那个是身体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是吧？是完全要重新。你原来是提起来，现在要垮下去的，是吧？它是反过来的。反过来的，因为你跳舞的是重心在上，hip hop 的重心是下，所以刚好是相反。动作是不同，一直改变。你看到一直下来，你现在的舞的风格，所有东西已经是不一样。也是一个大流行的方向。我觉得，但是你越看那个大流行的方向的时候，你也会给他慢慢去欣赏那种风格。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唯一一个要付出的东西，就是真的是年轻人那种小伙子出来那种劲，那种劲啊，一种劲，是这个岁月，这个年轻人才会拥有的。那你觉得你比他们多的是什么呢？经验吧。因为他们可能会跳过我们以前所说，你不可能花时间去练ballet，去练爵士舞，然后练那个现代舞，他们已经不用，一来就 hip hop，就是这个风格。他们从小就已经跳这个风格，他们一出来一个动作都已经就是一个这样的 hip hop 的风格。所以你要改过来要需要很长时间，是很长，不容易。但是我也去学习一些新的风格，也会，譬如说每个新的演唱会，大型的演唱会在香港举行的时候，我们都会找一些美国老师，也有请一些美国老师，有请一些韩国老师，然后因为不同时间出现的舞蹈都有不同的风格，然后尤其是不同的老师，他呈现的风格也不一样，是视乎你。因为我觉得跳舞是一种美感，只要你配合上那个节奏，配合上那个音乐，跳什么舞都可以，不一定要跳 hip hop。你怕老吗？谁不怕老？老实说，谁不怕老？但是这个是不能更改的东西，不能改变的东西。我们只有去慢慢去享受那个日子来临的日子。到那个时间里面，我们有用另外一个心态去享受它，没问题的，人生嘛。尤其是我都说，我家里哥哥他可以突然之间离开我们，他还没有经过老的阶段。所以我懂得就是现在我不管你什么年龄，你反而要珍惜当下。你珍惜你当下，活在这个时间里面，你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想做的事情为什么不去做？你才会不枉此生。人生苦短的，人生苦短，你真的不知道你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你不要去想着将来会怎么样，所以老你没办法，对不对？但是反而你要珍惜当下的时候，你活得开心，或者是你要做你自己开心的事情，就去做。我觉得平衡嘛。我觉得你现在有的时候上镜的时候那个状态也很好，就是其实包括有皱纹啊什么都不去特别的要去掩盖它，反而是一种很好的一种状态。
但是我觉得不仅我们是一个在镜头面前的艺人，有些时候太累的时候，其实自己也觉得不好受。也希望大家看到一个很精神、状态很好还是保持在一个状态的人。因为审美的眼光，这个没办法。我们出来一个东西，都是每一个人都是喜欢美的东西。这个是本性，也没办法。但是我觉得，然后我只能就是说，尽量做好自己咯，尽量。我是一个艺人，或者是我要去拍电影，或者是我一个歌手，站在舞台上面，我也应该保持一个状态，因为我有运动。可能这么运动，因为你会看一看所有的舞蹈演员，基本上他们都很年轻。当然，对，都是10几岁的。因为他每一天都有新陈代谢很快。新陈代谢不断跳舞，不断流汗，不断跳舞，他们新陈代谢很快，他们加速他们的细胞的生长，维持着他们的细胞的生长。所以他们的衰老的一个会比一般都慢。所以我觉得我因为是一个舞者，所以可能因为我有去锻炼，那么刻苦的锻炼，对，所以可能别人说，上天来弥补我一些，还我一点衰老，眷顾你更眷顾我这样。所以舞台上的郭富城和电影里边的郭富城，你觉得对于你来说是怎么样的一个不同的侧面？很简单，舞台就是很真实的郭富城。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每一句歌词，每一个音符，都是郭富城。我现在活在当下，经过一些岁月以后呈现出来的状态。演员就是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生命。郭富城赋予给一个人，要出来一个生命，去跟所有的观众去分享这个人物，他的内在的世界。这一瞬间，他的情感，这样去能引起一些共鸣，能够可以触动到。因为我自己本身喜欢电影，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喜欢的类型就是说有一点喜感，也有温暖，但是一定要感动，因为电影你不可能就是那么你也不能全程感动，就一定要在感动的过程里面有轻松的位置，让缓一下，然后再回来。你回头一看啊，自己在演艺，就是从出名到现在已经30多年，从30多年，对34年吧，当一个歌手，对，当一个歌手，真正当一个歌手。其实你的成长有点像过去有一部电影叫《Truman 的那个世界》，是吧？就是其实你的成长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在所有人的关注下，这样一点一点发生变化的。到今天，说实话已经功成名就了哈，还让你早晨起来要去再开始一天工作的那个动力在什么地方了？老实说，人不可能人跟人的比较。对于我自己来说，我没想过我自己会走到今天的，没想过自己会走到今天，还有那么多人的支持我，没想过。我其实觉得当初我进去一个训练班里面，我当一个舞蹈演员，我就是一心一意，就是希望能够当一个舞蹈演员。就是曾几何时，就是说我当那个舞蹈演员的时候，还没有到训练班，还训练班找我去当演员，就去练那个就是演员训练班的时候，我还跟我的一个舞蹈演员训练班出来的老师跟他说，我要离开舞蹈组了，我要去当那个，可能要去上那个演员的课程，然后其实在这个时间里面，我都想着我要不要继续深造，去美国，去当那个，因为我记得我有一个1984年的时候，我当那个舞蹈演员的时候，无线电视台派我们去那个加拿大，在那个 Expo 就是世界博览会里面去表演，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跳芭蕾舞的老师，德国人来的，然后他觉得我说觉得你很好，他觉得我有这个天分，然后去做一个 ballet dancer。然后这个时候我有这个冲动，但是我一翻那个银行的一个红宝，看看那个没钱的，
没钱，1毛钱都没有，你怎么去啊？生活也要钱，你没钱你怎么去？这个1毛钱都没有，然后我就打消这个念头。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一个训练班的一个老师就跟我说：“哎，不如你就留在我们的舞蹈组里面当排舞老师。”我说：“我尊敬的钟老师，你不要跟我开玩笑了。我做了一个 dancer 还不多久，几年的时间，我都还没有。”身上都没有不够，都还在学习。你叫我去当一个舞蹈的老师，不是误人子弟吗？所以有没有办法做这个事情？就唯有就跟他说，给我一点时间，我去一个演员训练班，实习一下，他们能不能以后有持续的发展，或者是，或者说我不成功，我也不知道。所以我这个时间完全没有想过，我真的会后来变成一个演员，变成一个歌手。真正的演员变成一个歌手，然后站在舞台上面那么多年，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想过。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为止对我来说，虽然我是得到一些对，我就说你可以要去成就的，其实都已经满足了。那现在还让你每一天要去这样努力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应该还有很多的可能性吧。我觉得对我感觉上面，我觉得还有一部分的东西还没有发掘出来。对，我觉得还有成长的空间，还有空间，我觉得还有空间。哪怕我觉得没有空间的时候，可能我到时候我可以转化成，我不演了，我可能就是用我的走过来的一些经验，或者是我有独特的一些审美的眼光，或者是一些脑子里面的一些想要表达的东西，变成一个导演，继续做导演。完全可以啊，对啊，完全可以啊，然后至于有跳舞部分的时候，我可以变成另外一个老师，可以用一个 consultant 的一个心态去栽培一些有才华的人，去指点他们，告诉他们有一些什么应该要做，有一些什么东西不做。有一种评论就是说，过去的演员会特别关注就是自己的作品，但是今天如果你作为一个艺人，作为一个明星。跟粉丝之间的关系啊，跟这个商业之间的关系都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你会不会也觉得有一点不适应？就是要去改变自己过去的一些方法，做一个平衡吧。对我来说，我会做一个平衡。我会觉得就是你应该要出现的时候，跟互动的时候，在处于一个什么环境、条件，要去做。也不能过多，因为你不能分那么多的时间。对我来说，我没有分到那么多的时间去诉说很多事情。我现在做的是什么？去跟所有的我的歌迷或者我的影迷去分享很多事情，可能大家可能会要体谅一个东西，就是说我现在还满足现在的状态，因为我是成为一个父亲。我有我的私人的空间，我要多一点去陪伴我的孩子。我工作以外，我不会再额外去做多一点，去告诉大家我现在要怎么的去干。我觉得如果这个时间要拍一些东西来去分享我日常就说什么东西，我只能说对不起，因为我这个东西的时间我要分给我的孩子，我要分给我的家庭，我不想全部放在我的工作上面去，你忽略你的家庭，我不可以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观众还是明智的，对，是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每一个艺人可能有他的性格，或者是他的工作的范围。对于我来说，我只能是因为为什么我不做那么多？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因为我已经走过那么长的岁月，难得我现在。在50岁的时候，那么晚分的人，都一定要这样子，要组织一个家庭，就是因为我要希望享受一个家庭的一个生活。人生应该不单只是工作，应该要找到你人生里面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我感觉你对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但是我一定要走这个方向，我就会朝这个目标去做。特别好，特别为你感到高兴。其实说到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你的这个新的电影《来自王星的你》，我们要请上非常年轻的导演，必须要陆可啊。我想问问年轻人陆可就是跟郭富城先生要合作你对他的一种状态，你有些什么样的观察？
我觉得郭老师首先是一个非常棒的演员。哎呀，我先离开了，开始不要夸你我，没有，真的不用值得夸我，真的一点不夸。因为这个戏真的挺特殊的，它是一个真人动画电影，它有1/3是郭老师自己本人的扮演，真人出演，然后之后他穿越变成一个卡通角色，这部分还得由他来做演出。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拍的时候是可能开始有10来天，20天左右是真人部分，然后我杀青了，以为拍完了，但其实并没有。等我们拿回去把片子再剪完以后，然后它变成小狗的那部分，那卡通角色那部分也是莹莹跟那个卡通狗演嘛，把这个部分再剪完以后，我们悄悄跟郭老师说，郭老师我们还得再请您回来再拍几天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做动捕了，这个对，是吧？其实我们没有完全做动捕，因为动捕人和狗的这个面部的结构不太一样，对，所以可能谢谢你。对呀，这个很惊讶吧？有一点很惊讶吧？有一点不一样。对，所以还不能完全用动捕，所以只能是郭老师要把这些所有的表演再次做一遍，以小狗的身份再做一遍，然后我们把这部分记录下来，用摄像机记录下来，然后再给到画师那边，完全按照郭老师的表演，再去画成影片中的这个动画小狗。是，刚才郭老师说了，你做了很好的功课，把那个 storyboard 那个画本都拿出来给他看，让他觉得，哎，这个年轻人很用心。那你当时在做这个陈述啊，在要说服郭老师的时候，你当时的心态是什么样的呢？特别忐忑的，因为这种好像中国没有一个演员做过类似的尝试，所以我觉得我当时其实挺难以想象郭富城老师会能答应我的。当时为什么去想到找郭富城老师，或敢去找郭富城老师，是因为我们的电影的监制张家振老师也是我的老板，前老板，老师也是我老师，他就建议说，要不要试一试？所以我当时就抱着特别忐忑的心情，然后我们拿着故事板，跟张家振老师飞去了香港。所以他现场就拍板说可以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你当时的反应是什么呢？就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就结束了，然后我就回来了。后来说OK。我觉得，因为对于一个年轻导演来说，其实和大明星合作。也常常会有一些忐忑，就说会不会这个大明星他的光环、他的那个判断会压过你？当时你有没有合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种事情发生？其实不会，我觉得，首先我认为导演和演员的关系，首先它不是一个谁压过谁的关系，不管是大明星还好，还是就是年轻演员，或比如说我们同辈儿的，像莹莹这样的，我们俩同龄演员，它不是一个谁说了算的问题。我觉得它是导演有导演的工作，演员有演员的工作，然后其实互相都会有互相的启发和帮助。当然，我觉得郭老师在这方面肯定是帮助我的多很多啦。因为郭老师这个，就郭老师的表演有什么地方出乎你意料的？首先他这个对于这个角色的突破，我觉得就很出乎我意料。因为我们这个戏是一个真人动画电影，然后我们希望呢，它是一个可以给大人也能看，给小朋友也能看的一个片子。所以它的故事设定包括人物都会比较简单直白，甚至有一点的童真，然后而且还是一个喜剧。我们之前其实没怎么看过郭老师演喜剧或者这么开朗的角色。真的哈，很少，演喜剧很少哈，很少。为什么？我都说了，演员很被动。过去没有人看到你有喜剧特质。真的没有啊，真的啊，真的没有。对啊，你看演有那么凶的、那么惨的，什么都演过了。所以《临袭结案》里面的，我尽量去把它放的把那个喜感里面，就是尽量去用自己的一种节奏里面去改变它。这样。其实这一次我们的一个喜剧感有一点不一样，它是情节上面，而不是人物上面的好笑，是不是我人要不是要做出来哇，你不笑我不行，一定要你笑，不行，是他的可能对白上面会觉得很幽默，还是那种情境上的。对，两个女儿看到他的那只狗，观众会知道那个。狗是你的爸爸，你快一点，他是你的爸爸，你不要去讲，就有这样一种
对，就是一种冲击上面的好笑，是它是一个内在的一个幽默感在里边，环境上面的一种好笑。陆可一定要拍这部电影，为什么？其实最开始有没有受到过一些什么生活中的事情的一些启发或者是刺激？不能说刺激吧，是启发吧。其实这个最开始想做这么一个题材，其实真的是源自于身边的一个好朋友的故事。她是，算是我大学最好的一个女生朋友了。但她就是那种很男孩的性格。昨天郭老师就见过了，哇！你看那个，对，那个很镇定哈，对，镇定，对，就是很大佬的感觉。对。他在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啊，大家都很慌张，上学、谈恋爱什么都很懵懵懂懂的时候，他其实能给我们，就是算是领头羊，能镇住大家的一个女孩。当然，他其实后来毕业后，我们后来知道他面临了跟父亲的这个分离的这个课题，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看到了他自己的性格的一些转变，还有包括做了一些很重。他父亲生病了，对，生病了然后很快几年吧，就过世了这么一个情况。在这个过程中，他做了很多人生中非常重要的抉择。比如说，嫁人这种。对，其实在我们心里，他可能不会那么快嫁人，就是。但是因为父亲可能很快就要过世，就是病情非常的严峻吧，然后他可能觉得要有一个调整，对，所以就是这个女孩决定要在父亲就是走之前要完成自己的这个婚姻大事，其实是给父亲一个安慰哈。是想给父亲一个安慰，是这样吗？我不知道，但是这可能得问他自己了，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故事，这个真实发生的事情，给了你带来这种启发。对，有一个特别让我印象很深的一个细节，就是他那天婚礼我也去了，他一般不是都是新郎要就是父亲要带着新娘走过这个长廊，然后把女儿交到这个新郎手里嘛。那天他父亲就是只能将的从椅子上站起来，然后他的那个男朋友或者未婚夫就从另一头走过来，把这女儿接走的。然后刚一接走，父亲就赶快给坐下了。当时那个场景就让我很触动，很感动。然后我当时就当时他没有手机，但我拿手机跟他说，我说我有个礼物想送给你，不过可能得等几年。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拍这样一个电影，往往来自于一些很真实、自己有感动的这个故事哈。所以我知道，在这部戏的最后，在天台上，当这个父亲最后又变成了人形哈，跟自己的女儿又不得不再做一次分别的时候，那场戏很多人看了都非常非常的动情哈。所以说拍那场戏的时候，你作为导演，你在监视机前面你看到的东西，带给你的感受。其实那场戏，就我们还是希望是一个比较明亮的或轻松的口吻去讲述一个可能看似比较沉重的话题嘛，就是分离这个课题。所以在那场戏，其实对郭老师也好，对莹莹也好，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可能要去非常克制的去表达一个，对，其实内心已经非常澎湃的一个澎湃到已经眼泪根本就是止不住的，对，止不住了。但是我的表演必须要去忍住，不可能流露，但是流露出来你不能外露，这个是最难。但是观众会知道这个你的克制，他的不舍，你又在这个镜头里面你就呈现出来，反而更感动了。这个更感动，更有感动。如果你要出来，我很容易。你对女儿的感情，我也不舍，要相拥而泣，是啊，对不对？不好看。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莹莹的角色没办法，因为她真的是一个渴望，她见到她爸爸，她再次要不知道她要去离开，她一定要爆发，不可能不爆发。但是我在我那边的时间，我反而要去克制，收着，要收着，对。非常非常的不舍，要把最明亮的那一面给孩子看吧。对，这个最明亮的一个，这个是非常有意思，很有能量。所以当时导演坐在这个监视机前的时候，有没有落泪啊？
我可能还是更多的考虑整个的效果镜头什么的，对对你还没有入戏，麻木的还没这，你还没有入戏那个时候嘛。但是后来你在看那一段表演的时候，会觉得非常满意吗？会的，尤其是郭老师，我们其实是3次把郭老师拉回来。刚刚说到第2次是来那个做所有小狗的这种表演参考、表演的剪辑。然后第3次我们还邀请郭老师自己来配这个所有的音，所以当时说其实真人部分就是郭老师已经演绎过一次了，但我们今天为了连贯性，因为它中间有小狗的部分，又曾经是郭老师从头到尾又重新配了一次音，但都配到天台那场戏的时候，因为郭老师连贯的配下来嘛，那一瞬间我真的是被郭老师的表演，就是当然我也因为看了全片嘛，但那一瞬间我是真的被感动到了，其实这个配音也很不容易哈，就是刚才说到仅仅是要学那个狗的那个叫声，有不同的情绪在这个背后，哇，这也是有你大概分了有多少种不同的叫声？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反而赋予给这个狗是比较像人多一点，你不可能完全像一只狗，就是人狗之间的混合，可能人多一点点，姜思旺的角色多一点，因为他不仅观众会看到你的时候，他也有给观众看到他的一个本质，观众才会好笑，对，要配合他的表情，你知道吗？狗的动态也不是一只狗那么简单，因为这只狗做不了的，只有动画里面才做得到。他大部分时间还是以人的思维和人的形式和甚至是动作去展现的。就因为我们这个戏它是跟着姜思旺的视角走的，所以观众是能看到他讲人话的，但其实其他人都听不懂。它所以是真人动画电影嘛，所以他有的时候会有那么1、2声狗叫，但大部分还是讲台词的。讲台词的，狗叫的只有2声啊，只有几声而已，只有几声而已。其实我们今天在一开始谈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在现在生活中有很多不确定性，还有很多生存压力的情况下，一个年轻人是否有机会去真正追求自己的梦想？就像在这个电影当中，莹莹其实最后也是被父亲这个变成的小狗鼓励着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作为同样的年轻的你来说，哈，要追求电影的梦想也并不容易啊。确实是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有很多，我觉得世界上很多干扰啊，不管是生活上的，还是工作上的，还是甚至是比如说跟同龄人的，或者跟就是同龄人的一些对比啊什么的，其实很容易变得很焦虑，很陷于很多自己的一些情绪中。我觉得我们的电影也或多或少也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从莹莹的那条线，她的角度来讲，她就是会被父亲的离开这件事情困扰。对，他的事业所困扰。最后独自成长这么多年，给自己穿上了一个很大的很重的盔甲。最后终于被由爸爸幻化成的这只卡通小狗所治愈，脱掉这个盔甲，自己能更勇敢的面对，更纯粹的面对自己想要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也是我希望通过这个电影去讲的一些事情。所以某种程度上也是你和你的同龄人正在经历的，是他们需要去面对这个世界很多残酷的地方，但是他要。是的，需要去勇敢的。我觉得可能不能说世界残酷吧，其实这个时代对我们来讲已经算是友好的了，但总会有影响自己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其实我们昨天首映嘛，有一位观众的分享，看完以后看完电影以后的分享，让我很感动，就是他觉得就是咱们那个戏里的那个时空隧道，其实就像。他离开家北漂，对，每次离开时坐的那个高铁一样，虽说不是生死的分离，但也是一种分离。这些东西对他，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但看完我们这个片子，也感觉到啊，其实，某种意义上，分离不代表永远的分离，或者只要你相信有些东西。有些人会以各种形式陪伴在你身边。最后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在整个拍戏的过程当中，哈，这个郭老师
和自己女儿的这种关系，是不是也被你们看在眼里？那可是的，是的，刚刚不电话都来了。其实真的，郭老师每天都要视频电话的，有的，每天都要视频电话。要的然后对，也跟我们都介绍过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在生活当中？我觉得其实跟我们电影里还挺像的，就是那个我们今天最近想讲那个词叫女儿奴，就是真的对女儿是有的，太好了，太好了。所以这部戏里面很多非常真切的、很多很动情的对女儿的那些眼神，也被我们的那个就是捕捉到了，然后我们把它翻译成小狗的眼神，动画的眼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戏在后半段能带动很多观众的情绪的原因。太好了，今天也非常感谢 Aaron 还有陆克来到杨澜对话哈。我的确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很有勇气的去面对生活的各种压力和挑战。而这个时候，我常常相信这样的一句话，就是爱是这个世界上最柔软的东西，但却是这个世界上的硬道理。就是很多我们在碰撞到这个世界很坚硬的部分，甚至有的时候头破血流的时候，我们心里那个最柔软的部分，反而是让我们最坚强的力量啊！所以也非常感谢你们把这样一部电影带给我们。我觉得不仅对于年轻人吧，对于做父母的，其实也是一种治愈和感动。对，因为我觉得这个电影刚刚我说一个能量是，它可以，爸爸、大朋友。他们可以带着你喜欢的人去看，爸爸妈妈可以带着你们的孩子去看。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个演员能够可以碰上这个是一个缘分，是我的运气。我每一期都是这样说。演员有些时候不是你可遇不可求的，但是那个那么有，因为我拍的时候，我们单访的时候，我们都说那个时间我没有想到这个电影有一个什么。一个那么大的一个伟大的一个治疗作用，但是真的一个作品出来之后，所有东西变成一个真实出来的作品，然后你坐下来，短短的1个多小时、2个小时里面，然后虽然很多开心的很多的题材在里面，让你很开心、很窝心、好笑，但是它最后你回到一个很本质的一种很真实的一种状态，对着你的孩子，对着你的亲人的时间里面，真的是有一些很多时候，刚刚说离乡别景，要到北漂，或者是很多东西离开家人，虽然是短暂，但是一种挂念，一种想念，说不出来的。你错过了，你就会后悔。但是我觉得这个电影就是。机遇的能量就是说，你应该要找出一个方法。不管你过去或者你将来有可能会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懂得怎么样去平衡你自己，去释放这一种忧虑，释放这一种不开心的情绪。所以这个电影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际遇不开心，专治不开心，专注不开心，灵药。我们4月12号，来自汪星的你就会上映了，就是很快。好所以希望到时候大家就是一家大小，对，小朋友也可以一起来看我们的电影。好啊，大家一起要去看这部电影啊，充满年轻的力量，也充满了爱的能量啊，父爱如山，父爱如山。好，非常感谢你收看这一期的杨澜对话，我们下次见，拜拜。谢谢兰Aaron，姐，谢谢陆克，谢谢导演。